本视频是由良心无节操的每日语音公众号小白测评赞助播出。科技资讯哪家找？小白测评做得好，赶快关注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王炯，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的深度使用报告呢，跟大家聊的是三星今年的旗舰机 Galaxy S7 Edge。这个视频制作周期很长啊，不好意思啊，让大家等了很长时间。伴随着安卓大潮，三星在2010年发布了它的第一代 Galaxy S。这个系列也奠定了三星在安卓阵营的老大位置啊，也伴随着安卓2加呢，也走过了6年的时光了。不过，三桑的这一条旗舰产品线呢，自从 Galaxy S3 开始走的不那么尽如人意吧。比如说 S3 的烧字库，本人就是亲身经历者啊。再到 S4、S5 的古板印象，可以说还没有它的 Note 系列发展的顺利。当然，也有当时越用越卡的安卓的责任不过到去年的 S6 和 S6 Edge 乃至 Note 5，可谓是忠诚翻身之作吧。这个尤其是 Edge 两侧的曲面设计呢，一下使整机变得特别炫酷，一改之前三星传统刻板的固有脸面。之前很多人都觉得苹果的产品呢，这个更偏文科生感性一点，而三星的产品呢，则偏理科生理性更多一些也许这就是年龄普遍偏大一点相对成熟一些的人士更钟爱三星的原因之一吧。当然咱们这儿也不是说苹果的用户不成熟随着硬件技术的突破，三星在一直吃亏的软件方面呢，也一直没有停下努力的脚步吧。作为机皇的换代产品，这一代的 S7 Edge 呢一经发布，基本就顶着一个零差评的头衔那么今天小白就带大家看一看 S7 Edge 在实际使用中究竟怎么样，究竟能不能扛得起2016年安卓阵营的大旗。OK， 小白测评马上开始。从最开始去店里体验到最后购买拿上手，说句实话，机器放在那儿，单从外观 ID 上来说，我真的是爱的不要不要的。外观 ID 上，如果你不是特别偏爱某种设计 ，S7 Edge 你确实挑不出什么毛病。从 S6 Edge 引入的双面玻璃和金属机身之后，三星已经把曲面和 2.5T 玻璃用得轻车熟路了。前后曲面设计让上一代的割手感大大改善，5.5寸的机身圆润贴合手掌。虽然后面的摄像头还是有些凸起，但是相对上一代的大火疖子还是好多了。黑色版机身正面取消了三桑的英文 logo， 整体性很不错。港版呢是带英文 logo 的。超窄边框加双曲屏，点亮屏幕后呢，视觉冲击力还是挺强的，多少有一些图标浮在屏幕上的错觉。经典的安卓机颜值担当那是妥妥的了。OK， 按照惯例咱们要说但是了。虽然你是颜值担当，但是实际使用中呢，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第一呢，就是外放喇叭，下方的右侧2排不到1厘米的小孔极容易被遮挡，比 iPhone 那个还容易被遮挡。尤其是横向玩游戏的时候，你要刻意的向下握持，比较挑手姿。第二个呢，就是滑，想必这是目前所有双面玻璃机身做出的妥协吧。在开箱中呢，跟大家说了，这后面的玻璃背板呢有这个防滑涂层的处理，可是，在实际使用这一段时间呢，感觉作用并不大不带套的情况下，再加上机身这么圆润双曲面，这个摔到地下无论哪个面，你的更换成本估计都能买一个国产的入门机了，所以说还是带个套为妙。第三个就是大家普遍吐槽的边框和屏幕之间的缝隙能插纸的问题了这个还是得看人品了我这台还不错，只有一个角能勉强插进去一点点，怎么感觉这么污总而言之三星并没有彻底的解决在上一代呢就出现的这个问题，买到的机器多多少少吧都会有一点缝隙。你这么看呢，不仔细观察确实看不出来，但是用久了积灰是一个事儿。祝你好运吧，也希望呢后边呢品控呢慢慢的上来三星尽快的解决这个问题。按键部分很实在，按压质感都不错。至于大家讨论比较多的误触问题，咱们 UI 部分再好好说道。随后还有一个小地方就是卡槽，一开始我很无语
我就纳了闷了，4、5千元的旗舰机，塑料卡托，怎么也说不过去，对吧？不过后来一想也对，这次三星可是 IP68 的防水防尘，又不是索法那样开盖式的。如果用金属的卡托，这顶部的防护胶圈可就很难固定了。这次三星在国行方面，无论是 S7 和 Edge 均采用了骁龙的820处理器。就目前来看，820的发热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早前爆出过三星会给自己旗舰加入类似索法的铜管散热，并更进一步加入液体水冷的消息。不过根据实际的拆解来看，铜管呢是有，但是并没有液体。温度测试咱们依旧是 NBA 2K16，结果有点好的不敢让人相信啊。没有水冷的情况下，最高温度基本就是35度，闪了一下基本没啥感觉的状态。日常情况下的应用呢，那就更不用说了。在这一点上确实要大赞三星，已经很久没有用到这么凉爽的机器了。在大型游戏的时候呢，也没有出现掉帧和后台杀应用的情况。总而言之，对于这台机器来说你就知道没有发热这么一说就可以了3G 的运存不算大，但是肯定够用。在充电方面呢，不得不说被自家的8890处理器呢给严重拖了后腿。为了保持各地区版本之间的尽量平衡，还得拽着自己的亲儿子8890这次即便是820也并不支持 QC 3.0 的快充。实测现充3600毫安时的电池，1小时充电72%，充满呢则需要1小时38分钟。虽然也就1个半小时多点儿，也不算慢，但是相信如果不是8890这个自家的天残后腿加持 QC 3.0 的话，还会再快上10几20分钟的。当然电池容量也有增加，勉强算是有情可原吧。没有3代快充，这次应该是在硬件方面 S7 系列唯一的小遗憾了。无线充电方面，第2代的无线充电底座3小时16分钟充满，跟线充还是差得很远，但是照上一代4个多小时，还是有了不小的改进吧。这段时间的使用呢，我基本都是用它的无线充电底座，就减少了这么一个插拔输接线的过程。但是对于我这种不经常外出需要快速充电的人来说呢，确实方便了不少。如果你是公司家里两边跑把无线充电放在公司的桌子上，然后家里是线充公司呢随拿随用确实方便不少这个无线充电呢还有一个利事儿的就是看消息呢会更直观一些但是速度方面呢并没有提升，价格呢还贵100块大洋如果你不是为了追求炫酷，个人感觉没有必要。放电方面， 5.5 寸大屏加上 2K 的分辨率，一开始我就没抱什么大希望。不过最后测试结束，三星这个3600毫安时的电池还算不错吧。5小时续航测试剩余 54%， 1小时在线 720P 视频播放掉电 14%， 1小时大型游戏掉电 20%。不开启 Always On 功能呢，8小时官网待机掉电 1%， 开启的情况下掉电 3%。我又专门测试了一下官方重点宣传的连续视频播放，官网8个小时连续 720P 电视剧播放，最后剩余 53%。虽说后面可能会掉电加快但是能放上13-14个小时那是妥妥的了。如果你买的是8890的港行 S7， 那续航还会再好一些。这些成绩在安卓阵营虽然称不上是最好，但也绝对算是第一梯队了。骁龙820的性能方面，在小米5那期呢跟大家说了，这就不再复述了。如果你想看去频道里边翻看小米5的深度使用报告就可以了。总之它是你能买到了现在市面上的最强手机 SoC， 再加上今年三星屌炸天的这个发热优化，让本来不太完美的820呢逼格再升一级。我自用的上一部三星手机呢还是 S3， 当时的 TouchWiz 呢怎么说呢，工程师思维很严重吧，有很多华而不实的自我意淫的功能再加上月用月卡再加上后边的烧字库换机，可以说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好印象欲扬先抑接触到这次的 S7 Edge 之后呢，感觉三星在系统优化方面呢确实做了不少努力，并且开始逐渐成效了。基于安卓 6.0 的 TouchWiz 基本遵循了谷歌 Material Design 的设计风格整体颜色明快活力，各种过渡动画也是简洁流畅。在功能性方面，如果你是上一代 S6 的用户那就非常熟悉了。如果你跟我一样很久没有接触过三星机了，那相信你肯定会改观不少
之前繁杂的功能进行了删减归类，整体很应用。具体的各项功能咱们就不一一演示了，说几个重点的。首先就是这个游戏启动器，这个功能个人感觉对于手游玩家还是挺实用的它可以在你游戏中呢快捷的关闭提醒、锁定按键或者截屏，甚至是录制游戏视频。而且它还有降低游戏的画面分辨率和帧数来进行省电的功能。如果是经常在外边玩游戏公交车火车上还是经常打开为好。第二个呢，是一个使用率2极分化比较严重的应用内置的 S 健康我想如果你平时不怎么锻炼，买这个手机可能几乎都不打开这个应用。我也是跑步时想记下步才打开看了一下结果发现是一个做得很用心的应用不仅仅可以简单的计步或者记卡路里，结合闪光灯下面的心率传感器，可以测量心率、血氧饱和度、压力等等数据。在一个手机上能实现这些功能，对于一个经常锻炼的人来说还是非常实用的。今年的苹果春季发布会呢，除了 iPhone S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意苹果也在发布会开始呢，花了将近20分钟的时间讲了它在健康方面的努力。看来大佬们都已经在这面日趋坚实完善的软件城墙上呢，开始寻找新的突破点了。至于指纹识别呢，在开箱简评中呢跟大家说了，单拼速度化那肯定没得说。但是综合各种情况使用下来，感觉还是没有 6S 来的流畅。识别率上，比如我习惯了直接手指按下 Home 键就离开，可是你在 S7 Edge 上这样做，识别率则有降低。内部应用上，除了解锁，目前支持支付宝和浏览器上记录的账号密码。就在本期视频进入后期阶段的时候千等万等的Samsung Pay终于是上线了。经过实际体验呢，跟 Apple Pay 基本差不多如果你是信用卡呢，可以直接支付，但是如果你是借记卡，需要开启小额免密，并且还需要到柜台去办理有点麻烦。从配置方面来说，Samsung Pay 呢基本上支持目前所有的 POS 机，不用再对它进行升级，所以说在支持范围上还是Samsung Pay更略胜一筹的。不过在银行卡上，目前呢可能是刚上线，支持的银行卡比较少。小白这边还真没有支持直接支付的银行卡，具体体验等到彩蛋吧。最后咱们再来说一下 Edge 的招牌叫曲面屏。在功能上，侧边栏最多可以增加至9个。一开始你会觉得挺有趣用不了几天你就会发现，如果你不是刻意的提醒自己你是不会用那么多的。后面我就捡到了3个，一个 App 的快捷方式，一个常用 App， 一个常用联系人。在这儿说一下这个 App 的快捷方式，它可以直接进入自拍，或者建一个闹钟，再或者把咱们的公众号添加到桌面再添加到这儿，好吧，是我不要脸。并且这个曲面侧边栏呢有扩展应用第三方的软件可以对它进行适配比如这个撸啊撸 Friends不过目前除了自带的几个，第三方还没有多少并且有的还要付费着重宣传的息屏提醒确实不错，它看起来很没有存在感，你时不时的瞟它一眼就能提醒时间和消息。翻转屏幕和电量低的时候也能自动熄灭最关键的是它不太影响续航还是别有一番魅力吧。对于上一代 S6 Edge 大家吐槽比较多的侧边误触问题呢，实话告诉你，丝毫没有改善如果你是上一代 S6 Edge 的换代用户相信你已经调整并适应了这种特殊的手姿如果你跟我一样是第一次接触曲面屏的手机，那你得好好适应一阵子我在这儿得疯狂吐槽一下注意用词，疯狂吐槽。刚开始使用的时候，虽然它颜值担当，虽然它很炫酷，但是这个误触问题有点让我在心理上抵制带它出门尤其是在单手操作下，那操作体验酸爽。滑动屏幕误触，点击 App 误触， App 内部的按钮也误触，简直是误触无处不在的节奏。不过用了几天，慢慢把手姿也就调整过来了。之前大拇指都是基本贴在屏幕上现在呢是向上悬空或者干脆直接双手使用。到手后 S7 Edge 大大小小经历了4次系统升级这个边缘触控优化还就是没等来。不知道三丧君到底还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更加智能一些的曲面屏了，反正现在我已经是被迫适应了如果你要入手呢，做好准备吧。
它这位置呢还有很多设计点，比如音量条的上方给你标红，告诉你声音大了，会伤害耳朵。还有默认情况下呢，把图片储存到内存卡，还有旗舰机标配的 NFC 功能，这里咱们就不再一一介绍了。屏幕还有拍照方面放在最后，是因为基本没什么好说的。一句话总结：业界旗舰平汤。2K 分辨率的 AMOLED 屏幕，除了惯有的发色稍微偏浓艳外呢，别的什么问题都没有。反正我这台国行是。屏幕显示有4种模式可选：自适用显示、冷暖适中。影院模式下呢，亮度有点偏高，有点冷。剩下的2个都比较偏暖，最高亮度和最低亮度也都相当不错。相机那就更不用说了，去年的 Note 5基本是要称霸的节奏，今年用上了升级换代的索尼 IMX260 传感器，像素尺寸 1.4mm， 单个像素的规格胜过了同为1200万像素的 iPhone 6s， 也大于上一代 S6 所使用的 IMX240 的 1.12mm。 虽然像素方面有所下降，到了1200万，但算法压力和速度也会相应减少，无伤大雅。无论是对焦、启动、等效焦距，乃至比较挑剔的白平衡和色彩还原，都几乎挑不出什么毛病。尤其是在夜景方面，对比样张基本就是虐杀对手的节奏。这 f1.7 的大光圈那可不是盖的，你直接看样张就明白了。三星所使用的这颗 CMOS 具备一项相当黑科技的技术加持，即全域双像素相位对焦技术。所谓全域，就是指整个感光面积呢都可以用于对焦，而非只是其中的一块区域用于相位对焦点。双像素是指每2个像素点的对焦数据可以整合为一个，从而实现更快的对焦速度。这是最早出现在佳能 EOS 70D 单反上的特殊对焦技术不过当时的佳能呢只能做到80%的像素参与对焦听说80D 发布了不过还没有体验到这次的三星呢不应该这样说，应该是索法的技术整合了全域对焦和双像素相位对焦的优势，在手机端呢真正实现了黑科技的拍摄硬件，真黑科技哦。这些黑科技的技术加上用心的调教，直接反映在你相机的体验和样张上。同样是1200万像素，怎么看都是三星的解析力略胜一筹。全域双像素对焦造成的数据量是整体 CMOS 分辨率的数倍，因此三星在主摄像头模组的外围使用了多颗芯片进行辅助，有索尼的 CIS 芯片、独立的 ISP 和一颗专用的图像内存，当然820在这儿也有功劳。单在相机的成本方面三桑就比同行高出了一大截，想牛逼那也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次也确实感觉到了三星不妥协的诚意。但是我这台在拍摄大面积单色的时候会偶尔出现有点偏红的情况不过极少出现到了这个水平，仔细分析样张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如果你还是想看更多，直接在公众号回复三星样张，即可查看大量超清实拍图。在这里曲面屏再次花样秀存在感。刚开始我使用的时候手姿没有调整过来拍个照那个误触各种抓狂外观炫酷的曲面屏，各种花样刷存在感让你对整机的掌控感呢大打折扣。至于摄像头双版本的情况，购买国行和港行 Edge 的小伙伴请放心，820处理器的版本呢都为索尼的传感器，港行 S7 呢则有双版本买到哪个就和当年 6S 的 A9 处理器一样不是你能控制的了。其样张来看呢，其实也差不多。如果你不是非要较真儿，或者干脆不告诉你这件事儿，也许你压根发现不了。如果非要说不同的话，三星传感器拍出的样张相比于索尼多多少少有点偏暖的情况。
防水测试呢，大家也是看到了，一般情况下呢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水下呢是不能拍照和进行操作的，这一点跟之前网上爆出的不太一样啊。但是也出现了一个小情况，就是喇叭进水之后呢，需要1夜的时间啊把水控干，这个也算是一点小代价吧，还是不建议大家进行测试啊。购买建议上，鉴于国行预售的优惠活动已经结束了，那你想买 Edge 的话呢，那肯定是建议港行，港行现在能便宜个500-600块钱吧，如果跟商家再讲价，给你弄一个无线快充，那还是挺划算的。如果你想要 S7，那依旧建议港行。在这儿咱们不是价钱上的算计，而是既然你没有选择这么炫酷的 Edge， 那说明你对外观 ID 的追求呢，并不是那么的高。S7 呢相对小一些的屏幕，掌控感呢更好一些，上手也更容易。8890的处理器呢还是关键的，比820呢续航要好上不少。而且8890并不比820呢在性能上差很多，相信 S7 是你的菜。就目前而言，三星或者说行业都有去硬件化的概念，在这并不是说不用好的硬件啊，而是更多的去营销品牌下的产品。别卖了半天东西，涨了名气的是高通的 SOC、索尼的摄像头。在行业顶棚日益显现的情况下，国产机不再拘泥于2000元档位，集体开始冲击高端的情况下，三星在这个时候祭出这样一台机器，还是坚定了告诉了小弟们，老大他就是老大。这段时间的使用下来，首先 S7 Edge 的屏幕与边框的缝隙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快充方面的遗憾，再加上曲面触控优化的不足，零差评肯定是称不上啊，但是绝对瑕不掩瑜，因为有太多碾压级别的方面存在啊。在 ID 设计严重同质化的今天，Edge 单靠卖脸就有腿玩年的节奏，更别说什么 IP68 的防水防尘还有就是相机方面了。经过6年的发展 ，Galaxy S 系列已经日趋成熟，在硬件配置、软件优化还有设计上安卓阵营的旗舰地位你肯定是撼动不了。是要战死 iPhone 的端倪呢，在去年的 Note 5就已经初步显现了。新 iPhone 的超声波指纹识别、双摄这些技术新闻一报再报，是不是真假？咱们9月份再见分晓吧。不过今年的双雄争霸，那肯定是异彩纷呈了。拭目以待，后面的2位业界大哥会再给这个几近饱和的行业砸下什么重磅炸弹吧。OK， 今天的 Galaxy S7 Edge 的深度使用报告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还有什么地方没聊到呢？你可以在公众号直接问我，或者是微博私信。如果对我的视频有什么建议质疑提问，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除了这个视频呢，我们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大家扫码关注就可以了。小白测评，每日新鲜资讯，每日语音，每天我在那儿跟你聊天。视频下方呢是我们的上期微博转发中奖观众赶紧私信我地址这次的活动呢，咱们还是老规矩转发本期视频的置顶微博，随便艾特你的3位好友，你就能得到一个我自己设计自己定做的小白测评的专门的手机底座，做的还是挺精致的。我把这句话说好一遍了，因为它确实挺精致的。这次呢我们准备了2个礼物，还有一个小白测评的专门定制的移动电源OK， 哇，这个视频好像是我们最长的视频了吧。视频就到这儿，诗人做的测评都不可能绝对客观，我只是把我的真实使用感受告诉你。小白测评，我们下期再见，拜拜。自从2010年开始，三星发布了第1代的。总而言之，三星呢并没有彻底的这个发热优化，让本来就如果你是上一代的 S6， 对于上一代 S6 大家吐槽
吐槽啊！业界旗舰平汤的状态，除了是因为基本没有什么好说的整合了像，但是也绝对算是第一梯队啊，再加上快充方面的遗憾再加上快充方面的遗憾还有曲面还有。今天三桑胚上线，我们去店里边简单体验一下啊，随便找一家卖零食的小店。可以刷卡是吧？刷卡可以刷呀。可以刷，结账。我没有会员卡呀。结账，你们2块3。好，刷卡。好，来给我，放这，谢谢。加100。没有，等一下。再试是吧？输密码，还是按这个手动输入密码。刚才呢，我们去店里面体验了一下三星支付，但是目前支持的银行卡比较少啊，我个人这块银行卡有限啊，所以说借记卡绑定成功之后，还是需要这个输入密码我的信用卡呢它目前还不支持三星 Pay，如果是 Apple Pay 的话呢。如果你是信用卡的话，直接免密；如果要是借记卡，同样也是需要输入密码的。那个小额免密呢，好像借记卡需要到银行去设置所以说希望各个这个配这个支持的银行卡马上全进来吧。前置摄像头的美颜方面 ，S7 Edge 也是三者中最漂亮的吧。相比于上次体验的小米5呢，在肤色和发色上呢也更自然一些，当然磨皮效果也是最明显的。